祁连山的褶皱里藏着无数秘境，在这次穿越祁连山脉的旅途里，如果让我选一条可以代表祁连山的线路，一定是阿嘎公路。这条隐藏在山脉之间的景观公路，几乎涵盖了祁连山所有的地形地貌。我一个人开着车，从晴空万里的丘陵草原走到风雪交加的戈壁山地，用了3天时间穿越了这条公路。祁连县是我这段旅途的起点，作为西北草原和荒漠的分界线，整个县城其实都在景区里。八宝河流经城区，一边是沿河的街道，另一边就是卓尔山。此时正值秋季，田里的青稞都已经收获，但青稞的香气还留存在空气里，弥漫在草原与丹霞之间。如果我不是远方的来客，那我一定是卓尔山下一名优秀的收割机手。我好像读懂了祁连山的地理学与隐喻，所谓草原与荒漠的分界，不过是卓尔山为城市轻轻掀开的一角幕布。从祁连县城出发后，我沿着八宝河进入起伏的丘陵中，正式开始了阿嘎公路的旅程。路上好多龙鳞杨树，随着两侧的龙鳞杨树越来越多，我开始进入黑河峡谷。龙鳞杨是祁连山的特有树种，6000多亩的龙鳞杨从八宝河两岸一直分布到黑河峡谷。整个路都踏光了，现在只能从下面绕过去。帅啊！八宝河在黄藏寺汇入黑河，从祁连山北路流入河西走廊。作为西北地区第2大的内流河，它孕育了河西4郡的张掖。之后，它继续流入内蒙，在那里，它被称为额济纳河。黑河峡谷已经开始下雨了，前面就是野牛沟。过了野牛沟之后，山势开始变得缓和，两边的风景渐渐变成了开阔的草原。不过此时的草原已经变得枯黄，虽然不敢开口，路面沉降，颠得有点晕船的感觉。哇，现在海拔是4131，热水雅口，我分了第一个雅口。翻过热水打板之后，我在羊龙江休整一晚，准备第2天进入阿嘎公路的核心路段。其实这段路不算太难走，但是虽然都是碎石，但是有很多镶在那个地里的有点尖的石头。现在在翻第一个垭口。二支哈拉垭口是阿嘎公路海拔最高的垭口，哈拉是土拨鼠的意思。看着眼前威武雄壮的山，这2只土拨鼠的名字多少有点草率。估计那时候的拓荒者走到这个海拔已经头昏脑胀，刚好看到2只土拨鼠打架，就随口取下了这个名字。
碎石又开始多了起来。最高海拔应该在4300多，连续下坡，距坡底17公里。翻过阿支哈拉垭口之后，我开始进入峡谷路段，云层悄无声息地收拢，遮挡住了阳光。起初只是细雨掠过山脊，当我到了半山腰，风吹来的雨珠开始凝结成细碎的冰晶。其实我在当天就已经翻过了最后2个垭口，穿出了阿嘎公路，但一夜风雪之后的祁连山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。于是，在第3天，我又返回了阿嘎公路，没想到却走进了浓雾中。我现在又准备返回土达坂附近。因为昨天印象中有个场景非常的美，不过今天起了大雾，能见度可能只有3-4米吧。